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今天要解析的书是《习惯致富》，作者是汤姆·科利跟麦克雅德尼。我想跟各位聊一个很俗气，但却能让你脱胎换骨的话题：为什么你一定要变富有？很多人说钱不重要，钱买不到快乐。我跟你说，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钱确实买不到真正的快乐，但如果你有钱，你可以把生活中67%的痛苦和主要问题给买断掉。这不是我瞎编的，这是研究数据显示的结果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你的钱包状态其实就是你心思状态的投影。当你的钱包干瘪时，你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就低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你整夜睡不住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财富金字塔的核心。财务问题，穷人操心没钱，富人操心管钱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财务问题。穷人的财务问题只有一个字，缺。因为缺钱，所以睡不安稳；因为缺钱，所以人际关系吵架的本质都是为了柴米油盐。但富人有没有财务问题？有，但他们的烦恼叫配置。他们在想这笔资金要投在哪里，税务怎么规划，资产怎么传承。这里我举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例子，股神巴菲特。大家都知道他很有钱，但他最让人佩服的不是他买了什么私人飞机，而是他在几十年前就透过财富达成了一种境界，不需要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微笑。巴菲特曾公开说过，他只跟自己喜欢、信任且佩服的人共事。如果今天他没钱，他能这么任性吗？不行，他得为了薪水去忍受糟糕的老板。这就是富有最大的价值，他把你的不得不变成了我可以。在科利的研究里，100%的富人拥有房产，而且84%连房贷都没有。你想想看，当你不用每个月睁开眼就欠银行钱时，你的大脑会多出多少频宽去思考更有价值的东西？工作问题，你是被选择还是发号施令？再来，我们聊聊工作。很多人上班像上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怕被解雇。但在富人的世界里，研究显示86%的富人是热爱自己工作的。为什么他们热爱？因为他们是决策者。根据数据，富人当中有91%是决策者，51%是自己当老板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。我们看亚马逊的贝佐斯，他当初辞掉高薪的华尔街工作去创业，是因为他有一笔后悔最小化架构的储蓄支持他。他不需要看人脸色，他可以决定公司的文化。当你有钱，你就不怕被解雇。这不是因为你傲慢，而是因为你拥有随时离开桌子的权利。房子与邻居，钱买的是物理距离与心理清静，这点很有趣。很多人觉得住豪宅是虚荣，但从心理学角度看，钱买的是选择权。富人可以选择住在哪个社区，挑选什么样的邻居。通常他们住得更宽敞，是独栋房屋，不用跟邻居墙贴着墙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这消除了潜在的人际冲突。如果今天你家天花板漏水，或者隔壁邻居半夜唱 KTV， 穷人的做法是上门吵架、报警，然后气得半死。富人呢？如果房子出问题，他们唯一的烦恼是水电工什么时候能修好。他们负担得起立刻修复的费用，财务上完全不会捉襟见肘。这就是我常说的，财富是你生活的避震器。道路坑洞永远都在，但你的车避震系统愈好，你就愈感觉不到颠簸。刚才我们聊了财务跟工作，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比较严肃，但也最现实的话题：健康与寿命。很多人喜欢说，健康是1，财富是后面的0。没了健康，什么都没了。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1的品质，其实跟后面的0有很大关系。
健康问题，富人的有氧运动与饮食纪律。根据科利的研究资料，76%的富人每天都会进行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。有氧运动对健康的益处在科学上是非常明确的，它能直接改善健康并延长寿命。你可能会问，这跟有钱有什么关系？穷人不能跑吗？当然可以，但差别在于，富人跟穷人的饮食习惯差别极大。富人吃的垃圾食物少得多，喝的酒少得多，不上素食餐厅，吃的糖也少得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高品质的天然食材通常更贵，而且选择健康饮食需要极强的自律能力。除此之外，一旦遇到健康问题，富人有财力取得最佳的医疗照护。二、医疗资源。当风险降临时，你手上有什么牌？好吧，你可能会反驳我，那癌症呢？癌症总是一视同仁吧？你说的没错，癌症不分贫富都会上身。但研究指出，饮食不良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。这里有个残酷的真相，一旦健康出了问题，富人有资源去对抗成瘾或重疾。我们看一个公开的美国记录，大家应该都认识钢铁人小劳勃·道尼。他现在是好莱坞的超级巨星，但他在90年代末期曾因为严重的成瘾问题多次入狱，演艺事业几乎归零。为什么他能翻身？除了他自己的意志力，更因为他有资源进入最顶尖、最有效的复健计划。这就对应到研究里的成瘾问题，富人也避免不了毒品危害，但他们有财务资源可以取得最佳照护，将自己或家人送到最好、最有效的戒毒中心。这就是有钱和没钱的一大差别。三、数据会说话，财富与预期寿命的10年差距。这不是我的个人感觉，这是科学。布鲁金斯学会在201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，证实了钱愈多就愈健康，而且活得愈久。这项研究发现，1920年在美国出生的富人，平均寿命比同年出生的穷人多约6岁。但到了1940年出生的人，这个差距竟然扩大到了1倍以上。男性1940年出生的富人与穷人，预期寿命差距是12岁；女性差距也从1920年出生的3.7岁扩大到1940年出生的10.1岁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随着医疗技术进步，这些昂贵的长寿资源、预防医学、最好的药物，都在优先服务有钱人。当你变得富有，你买到的不只是名牌包，而是整整12年与家人相处的时光。4、家庭问题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崩溃连锁反应。我们来聊聊家庭。研究说得很直接，不论贫富，我们都无法完全控制家庭问题。死亡或残疾可能随时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家里有人突然生了重病，或是需要长期照护，穷人面对这种变故，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崩溃反应。可能是一人辞职照护导致收入中断，全家为了筹医药费心力交瘁，最后生活品质全面崩盘。富人可以请专业的照护人员，让家庭成员维持正常的生活运作，减少因为疲劳与压力产生的情绪摩擦。这就是财富的价值。它不能消除死亡，但它可以阻止家里因为一个人生病就全家垮掉。我们谈了钱如何解决物理上的痛苦，比如病痛、漏水的房子、抛锚的车子。现在我们要聊聊更高级的东西，人际关系与时间。很多人会觉得，有钱人是不是都很现实、很势利，只跟有钱人玩？其实，如果你从数据和逻辑去看，你会发现这不是势利，而是一种极其理性的资源管理。人际关系，它是筹码，也是避风港。根据科利的研究，人际关系是富人的筹码。富有的人会投入大量时间去经营成功的人际关系。什么叫成功的人际关系？
就是与拥有相同目标、梦想、思维、道德与美德的志同道合者交往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情绪和思维是会传染的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每天都在抱怨政府、抱怨天气、抱怨老板，你的大脑就会充满这些负面垃圾。这里我们看一个美国商界的经典记录：微软创办人比尔·盖茨与巴菲特。这两位大佬是几十年的忘年交，他们在一起不只是聊怎么赚钱，更多的是聊读了什么书，对未来的看法。巴菲特曾说，盖茨教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管理时间。这就是富人的社交，透过高品质的连结，减少摩擦，增加智慧。更重要的是，富人会养成习惯，避开有毒的人际关系。什么叫有毒？就是那些不断消耗你的精力，让你陷入纷争的人。当你有钱，你可以选择不要跟这种邻居往来，甚至不需要为了维持一份工作而忍受有毒的人际关系。二、工作问题，热爱是富有后的结果还是原因？研究里有个有趣的发现，86%的富人喜欢或热爱自己赖以为生的事。这是一个鸡生蛋，蛋生鸡的问题。因为他们热爱，所以工作做得更好，因为工作做得好，所以更富有。而且，富人通常是工作上的决策者，研究中高达91%是决策者。这意味着他们是发号施令的人。我们看看伊隆·马斯克，他同时管理特斯拉、SpaceX、X 媒体平台。为什么他能扛住这么大的压力？因为他拥有自主权。他不需要向谁打卡报道，他所有的工作压力来自于他想实现的梦想。这种掌控感是金钱给予的最大红利。三、时间管理，富人唯一修不好的奢侈品。虽然钱能解决67%的问题，但剩下的问题中最难搞的就是时间。根据资料，65%的富人至少要管理3个收入来源，这代表他们在管理这些活动时不断遭受时间上的压力。对于超过90%的富人来说，责任是如影随形的。即便是在度假，作为决策者，他们也必须对事业负责。所以对富人来说，真正的挑战不是没钱花，而是如何集中精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人，比如苹果的库克或以前的贾伯斯，生活极其简单。他们穿一样的衣服，吃一样的早餐，就是为了把决策频宽省下来，去处理那些只有他们能解决的大事。四、天气问题，唯一的公平。最后，研究里提到一点很有趣，天气问题。这还需要讨论吗？天气影响每个人，无论贫富。这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。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打工仔，下雨了你都会淋湿。但差别在哪？差别在于，当飓风来临时，富人可以立刻搭私人飞机飞往阳光普照的地方，或者他的豪宅里有最强大的发电机和储备物资。所以，变富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它不是为了让你凌驾于他人之上，而是为了让你拥有一张生活保险单。这张保单保的是你的选择权、你的健康、你的家庭稳定，以及你那仅有的宝贵的时间。聊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带你看一个最震撼，甚至有点残酷的现实。这不只是关于银行存款，而是关于你的命。我们常听人自我安慰，钱多钱少没关系，活得开心就好。但根据研究，现实可能比你想的更骨感。12年的生命鸿沟，这不是预测，是历史。在最后这部分，我们要回头深挖那份布鲁金斯学会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。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让人坐不住的趋势：你的钱愈多，你确实活得愈久。数据显示，1920年在美国出生的富人，平均寿命比穷人多约6岁。你可能会觉得6岁还好吗？但别急，看下一组1940年出生的人，这个差距增加了1倍多，富人比穷人整整多活了12岁。
这12年是什么概念？在美国，这相当于一个小孩子从国小读到高中毕业的时间。当你富有，你不是多买了一辆超跑，你是多买到了参与孙辈成长，看着科技变迁，与爱人再多过12个寒暑的权利。女性的警讯，差距正在扩大。而且这不只是男人的数据，女性的预期寿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。贫富女性之间的寿命差距从1920年出生的3.7岁一路扩大到1940年出生的10.1岁。为什么？因为随着医疗技术的爆炸式进步，那些能精准检测、预防癌症、维持心血管健康的资源往往昂贵且不普及。当你富有，你就能率先站在科技的肩膀上，把衰老这件事往后推。财富金字塔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想去哪里？我们这一系列探讨了财富金字塔，目的是让你了解自己的现况。第一层是解决生理与物理的麻烦，房子的漏水，车子的抛锚，饮食的健康。第二层是争取心理的自由，选择邻居的权利，不被解雇的底气，避免有毒人际关系的权利。第三层是时间与生命的延伸，虽然我们都得面对死亡与残疾，但富有让你拥有处理成瘾或疾病时最有效的资源，并让你管理好那仅有的24小时。最后，变富有是对生命最大的诚意。所以，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变富有？就像我常说的，任何金钱能解决的问题，本质上都不是问题。钱包的状态反映的是你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富人并非没有烦恼，他们同样要面对天气，面对家庭纷争，面对时间的压力。但不同的是，他们手里握着强大的避震系统，让他们在人生这条颠簸的路上能走得更稳、更远。我想用一句话来收尾：变富有不是为了要赢过谁，而是为了当命运给你出难题时，你手里有足够的筹码说不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重新定义你跟金钱的关系。不要怕谈钱，要怕的是当你需要钱来保护最爱的人，或者保护你自己的健康时，你无能为力。我们下次见。